我把老家建房的地基挖成了一个巨坑，然后往里面蓄满水。做完后，我站在水池边，等待着这几百吨水悄无声息地向地底渗透，一点点泡烂隔壁的房屋地基。这一切只因左右邻居趁着我们一家在城里发展，建新房时竟毫不客气地各自霸占了我家一小半的土地。他们不仅没有半分惭愧，甚至厚颜无耻地把厨房的排烟口和恶臭的污水管全都直勾勾地对准了我们这边。因为就在几天前，我带父母回乡，准备在老家地上建一栋别墅养老。我的刚下车看到这一幕，我气得眼前发黑。我们上门追责理论，那两家人却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模样，满嘴嘲讽。我母亲怒急攻心，当场就被气得住进了医院。我父亲红了眼，抄起一根钢管就要去跟他们拼了，却被我死死拉住。为了这群垃圾搭上自己，不值得。父亲丢下钢管，我看着隔壁那两栋建在我家地皮上的新房，眼神彻底冷了下来。好啊，既然他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老李啊，我这有个工作，这是预付款和相关文件。我先看看。这不太行啊，这工程对你邻居肯定有影响。文件没问题。那好吧。第二天清早，挖掘机就开进了村里。隔壁刘大壮大摇大摆地站在阳台上。哟，这不是顾家那个在城里赚大钱的大学生吗？怎么着？昨天老娘刚被气进医院，今天就不打算盖别墅了？大壮，你管人家干嘛？人家在城里混不下去，被辞退了呗，就由着这窝囊废折腾。右边的张老头蹲在墙头上，手里端着个大海碗。顾青啊，听张叔一句句劝，就你家剩下这巴掌大的地，什么都建不了，还折腾个啥？不如2万块钱卖给叔叔，当做善事，好歹能给你父母攒点后世的本钱，不是？刺耳的谩骂声很快引来了半个村子的人围观，甚至还有人往坑里扔起了烟头和垃圾。面对这些不堪入耳的嘲讽，我面无表情，只安静地搬了一个马扎坐下。这坑的作用你们马上就知道了。师傅，继续往下挖，1寸土也别多留。什么玩意儿？挖个坑有什么用？老子明天就把家里的建筑垃圾全倒你这臭水沟里！师傅离开时又回头看了一眼。小伙子，你这坑挖得太绝了。我笑了笑，转身拧开了早早接好的粗大水管，高压水流喷涌而出，狠狠砸在干燥的坑底。很好，这次我的合法养鱼池算是建好了。夜幕降临，邻居们的嘲笑声渐渐被哗哗的水流声掩盖。我坐在漆黑的夜色中，看着水面一点点漫上来。黄土遇水，软化成泥。隔壁地基马上就得出问题了。那个巨大的水池在村里人铺天盖地的嘲笑声中沉默了整整1个月，而我也在一旁死死守着。爸妈，你们在医院好好养着，夺走咱们家东西的人，我得亲眼看着他们怎么一点点吐出来。起初，隔壁刘大壮和张大爷还天天想搞事。顾青，你那臭水沟招苍蝇，赶紧填了。还养鱼？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跟你爹一个样，一辈子没出息的穷鬼命。骂吧，趁现在地基还没塌，还能多练练嗓子。兴许是骂累了，刘大壮狠狠啐了一口唾沫，转身重重拉上玻璃门。而他们还不知道，报应马上就来了。不出我所料，他们的房子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张大爷第一个察觉到异常。哎，这墙根怎么回事？只见瓷砖边缘竟然泛起了一层厚厚的茧花。这是啥玩意儿？好端端的新砖怎么长白毛了？张老头伸手去抠，手指刚触碰到墙面，就嫌弃地甩了甩。呸！怎么这么吵？还黏糊糊的，跟鼻涕一样。更要命的是，原本平整的瓷砖竟然开始微微鼓起。他还没来得及细想，左边刘大壮家突然传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我放下手中的茶杯，向刘家望去。终于发作了吗？但这不过是一个开胃菜而已。此时的刘大壮家，鬼嚎什么？大清早的叫魂啊！刘大壮一下楼就闻到一股气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壮别碰！大壮，你没事吧？他看着发黑的墙皮，水，地基进水了。顾青，是顾青！随即他猛地起身跑向大门。门怎么打不开了？啊！墙变形了，把门挤死了！完了，咱们被困在自己家里了。眼见大门出不去，刘大壮回头跑向2楼窗户。哟，刘老板，这大清早的不走正门，改走窗户了。顾青，你这个千刀万剐的小畜生，你给我出来！刘哥，张叔，这大清早的火气这么大干什么？你放屁！你明明知道这坑底下全是黄土不防水。刘大壮，1个月前，我们一家上门和你们理论，那时候你说的什么吗？不就是占了你家2米地吗？多大点事儿？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要大度一点。老顾啊，吃亏是福，你就忍忍吧。哼。现在你们家的墙皮不过是长了点霉，防盗门不过是卡了一下，连皮都没破一点，你们怎么就急眼了？说完，我随手把茶水洒在外面，然后扭头就走。你们还是回去准备准备吧，这只是刚开始。言罢，我没有理会身后刘大壮他们爆发出的砸踹铁丝网的声音。钝刀子割肉的痛，才刚刚切开第1层皮，好戏还在后头。老天爷似乎嫌这场审判来得太慢，特意降下了一场大雨。这场雨已经下了3天3夜了，下吧，下得再大些吧。老天爷都在帮我，这场雨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爸妈，你们安心在医院休息吧。报仇这一天终于来了。黄土层开裂，水位上涨，接下来房子就该撑不住了。惊变发生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忽然，一声沉闷的巨响从右侧张老头家炸开。这鬼天气，还让不让人睡了？塌了。第1步成了。怎么回事？地震了！老天爷，别是房子要塌！果然，他家客厅地砖凹陷下去一个巨洞，深不见底。与此同时，客厅的瓷砖也碎裂开来。塌了，地陷了！老天爷呀，我的钱啊，10几万的地砖啊，完了，全完了！我这辈子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老家这个房子啊！第2天清晨，雨终于停了，而刘大壮家门还没修好。我真倒了8辈子血霉，这门质量真差。还有顾青那个王八蛋，等我修好门，非得找他算账不可。老子找人把他鱼池填了。落地后，刘大壮瞥到一道黑色的细线。这是什么？只见他家的外墙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狰狞的裂缝，最宽的地方能毫无阻碍地塞进一个拳头。透过那道裂缝，甚至能看到墙体崩断的钢筋。房子裂了，承重墙裂了，这栋楼要塌了，要塌了！完了，全完了！我贷款还没还完，房子没了，老婆要跟我离婚。然后，刘大壮像疯了一样冲向我家院子。不久，他就带着张老头到了院子外，两人死死抓着铁丝网，再也没有了昔日高高在上的嘲弄与嚣张。他们的面孔因极度恐惧而扭曲，双眼通红地盯着正坐在棚下安静看书的我。攻守在这一刻彻底一行。停水！
快把水抽干！算叔求你了，行不行？我给你跪下了！我家客厅塌了呀！你行行好，放过叔吧！叔给你赔钱，赔你10倍、20倍。顾青，你太狠了！我家的承重墙裂了！你再不把坑填了，老子跟你同归于尽！听到没有？我没了，你也别想活！我缓缓站起身，走到铁丝网前。同归于尽？你现在连安全的落脚地都没了，拿什么跟我同归于尽？不是的，顾青，叔错了，叔真的错了，叔那时候鬼迷心窍，你妈那事儿，叔也后悔呀，叔给你磕头了，磕头了。后悔？现在知道后悔了。我妈气晕的时候，你们连120都不愿帮忙打，我早就提醒过你们，那是黄土层，不防水的。当初让你们别把房子建出界，你们非要占点便宜。现在水已经渗进去了，一切不可逆转，地下的土已经化成了泥浆。就算我现在把水抽干，你们被掏空的地基还能长回来吗？刘大壮和张老头如遭雷击，双双僵在原地。这2栋吸干了你们半生积蓄的洋楼，此刻已经变成了随时会要了你们命的活棺材。哼，现在就好好享受你们应得的报应吧。顾青，你别得意，老子房子要是真塌了，第一个拉你垫背，你等着，我这就去找律师，你赔不起，还有你爸妈，他们别想安生。对，你顾家别想在村里待下去。告我？你们的地基越界占了集体排水沟，图纸还在村委会存档，要坐牢也是你们先。第2天，村里又起了浓雾。大壮，你一大早诈尸啊？躺着的感觉不对。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脚下的地板似乎没有以前平整了。然后他走到窗边，一把拉开窗帘。都怪那个该死的水坑，这房子可千万别出问题啊！不就是占了点地吗？在这个村里，老实人就是用来踩的。怎么还是坏的？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慌开始在他胸腔里蔓延。他快步走到窗前，然后动作敏捷地翻上窗台。双脚刚一落地，刘大壮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墙上的那道裂缝。裂了，裂缝怎么变这么大了？他可是跟着包工头干过土建的，他太清楚承重墙出现这种严重撕裂意味着什么了。极度的恐惧瞬间转化为了愤怒。刘大壮猛地转过身，冲着我家发出一声嘶吼：“顾青，你这个该千刀万剐的畜生！”可棚里安安静静的，连个人影都没有。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我的80万啊！刘大壮猛地回过神来，连滚带爬地冲向张老头家。只见张老头正瘫坐在满是泥水的院子里，哭得十分绝望。张叔，你先别哭，咱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咱们得去找村委会，找王书记。顾青这是故意毁坏财产，是要坐牢的。对，找村委会，让他赔钱，让他把坑填了。一路上，村民们看着这2人狼狈不堪的模样，纷纷指指点点，但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念头：保住房子，压死顾青。王书记，您可得给咱们做主啊！书记，顾家那个崽子挖了个无底洞，水把咱们2家的地基全泡烂了。这个顾青还真把事儿闹大了。这个顾青简直胡闹！走，去现场，我倒要看看他眼里还有没有王法。10几分钟后，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就在王德发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我家。顾青，你给我出来！哟，王书记来了，这大清早的，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家这水沟边上散步呢。少给我阴阳怪气的！顾青，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好好的宅基地你不住，非要挖这么大个坑，现在把大壮和张老头家的地基都泡坏了，人家的承重墙裂了，客厅塌了，这叫破坏他人财产。就是，你必须马上把水抽干，把坑填上，还得赔老子的房子，赔钱，少说也得赔200万。200万！我静静地听着他们叫嚣，就像在看一群跳梁小丑。哼，王书记，先别急着扣帽子，您看清楚这是什么？生态农业特色养殖许可，还有宅基地的红线界定图。这上面的公章是镇里和村里亲自盖的。我在自己的合法宅基地上按规定开挖养殖池，请问王书记，我犯了哪条王法？手续是合法，但你不能影响邻居的安全啊！你看看这墙裂的，这要是塌了砸死人，你担得起责任吗？影响邻居安全。王书记，既然您跟我谈邻里安全，那我今天就好好跟您论一论。老顾啊，不就是2米的地皮吗？农村人建房子难免有个磕磕碰碰，要以和为贵。为了这点小事报警多难看，你作为长辈要大度一点，吃亏是福。吃亏是福，大度一点，以和为贵。王书记，您这番和稀泥的话简直是金玉良言啊！现在我不过是在我自己的地盘上合法合规的挖了个水坑，养了几条鱼，水不小心渗了点过去，弄湿了他们的地基。王书记，您怎么不劝劝他们呢？您怎么不跟刘大壮和张老头说？不就是墙裂了个缝，地塌了个坑吗？你有一个和为说，要以和为贵呀！您怎么不劝他们大度一点？房子塌了就塌了，正好重新建，就为了这点破事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家门口闹，多伤村里的和气啊！您怎么不告诉他们吃亏是福啊？顾青，你少在这里强词夺理！我告诉你，你这属于故意损坏房屋！我今天就算告到天王老子那里，也得让你赔得倾家荡产！去告吧，去镇上告，去市里告。顺便让鉴定中心的人来看看，你们这2栋建在我家宅基地上的违章建筑，为什么会突然开裂？刘大壮，你也是干过土建的，你猜猜，等有关部门判定你们是恶意侵占他人土地在先，导致地基结构不稳在后，这笔账，法律是算在我这个合法养局的人头上，还是算在你们这2个强盗头上？完了，完了，房子完了，80万完了。我就说当初别占顾家那么多地方，你非不听。现在好了，人家拿捏住咱们违建，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了。闭嘴！你给我闭嘴！照这样下去，再有10几天，房子就不行了。80万，老子在工地上没日没夜干了5年，
连命都豁出去才攒下的80万啊！既然你不让我活，那都不活。想到这里，他便马不停蹄地跑向张大爷家。大壮啊，你砸我的酒干啥？王书记都不管了，咱们除了等死还能干啥？我这半辈子的血汗钱呢？等死？我刘大壮字典里就没有等死这2个字儿。你亲啊，想啊，顾青那小子明着搞不过，暗地里还不行吗？杀人放火的事儿咱们可不能干啊！谁说要杀人了？他那鱼池子里几10万吨水，只要没水了，咱们的地基不就保住了？他天天坐在那儿盯着，咱们怎么弄？他能盯白天，还能盯晚上。今晚凌晨2点，咱们去把他的水给抽干。我家里有工业潜水泵，抽他那一坑水最多3个小时。哼！可是，就算把水抽干了，他明天再放水咋办？所以咱们得断了他的根。张叔，你家里还有以前种大棚剩下的烈性农药吧？那种一滴就能毒死1池子鱼的玩意儿。可那要是倒进去，他那1池子鱼苗全得毁。这可是犯罪呀！犯罪？他把咱们房子搞塌了就不是犯罪？他不仁，就别怪咱们不义。今晚分头行动，我抽水，你下药。只要鱼死绝了，水臭了，我看他还拿什么搞养殖。好，干了！今晚我非毒死他那1池子小畜生不可。妈，您在医院里再坚持几天，欺负咱们家的人，今晚我就送他们上绝途。张叔，钳子呢？快点！大壮，这坑真的深，看着都瘆人。废话少说，老子今晚非把这水抽得一滴不留。张叔，你准备好，等我把泵沉下去，你就把药倒进去，倒匀一点。喂，110指挥中心吗？我要报警，我是小河村的村民顾青，有2名歹徒剪断了我家的铁丝网，现在正在我的生态养殖池边，企图投放剧毒农药和破坏水源，请求你们立刻出警。哼，最多5分钟。马上。大壮，怎么会有警车？是不是冲咱们来的？都不许动！警察！警察同志，误会，我们是邻居，看他家水池子不安全，想帮他抽抽水。刘大壮，你知不知道，故意毁坏公物财产，金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3年起步；而投放危险物质罪，意图破坏水源、毒害生态环境，这可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罪。顾青，你个小畜生，你算计我们！你早就知道我们要来！
把作案工具全部拍照取证。这2个人立刻铐起来，带回所里连夜突审。大壮，你进去了，我可怎么办？全完了。我们省吃俭用，送礼请客，就为了这房子，现在什么都没了。刘大仲和张老头涉嫌投放危险物质和故意毁坏财物，已经被正式刑事拘留。要争取减刑，必须拿到受害人顾青亲笔签署的刑事谅解书，否则顶格重判。张叔，借我点钱吧。别来找我，可不想惹麻烦。大壮在里面。没有。当初我跟大壮欺负顾家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怎么会有今天？顾老板，顾大学生，顾青兄弟，三嫂子求你了。千错万错都是大壮的错，你大人有大量，你饶了他吧。他在里面3天，人都脱相了，这钱我砸锅卖铁也还不了。砸锅卖铁？王翠萍，你家还有锅可以砸吗？我爸去找你们讲理，刘大壮怎么说的？怎么，现在知道求我了？当初你们家强占我家地皮，把我妈气得晕过去的时候，你们有过谅解吗？对不起，是我们猪油蒙了心，是我们不是人。行了，别在我面前演这出苦肉计，我没时间看你表演。既然你现在走投无路，连拆废墟的钱都拿不出来，我给你指一条明路。把你家的宅基地转让给我，所有的转让手续、村里的过户证明，明天上午办理清楚。转让地皮？不给也可以，那就等官方强拆，你背上巨额债务被列入失信名单。至于刘大壮，没有我的谅解书，你就等着他进去踩几年缝纫机吧。别，我去给你，只要你给钱，只要你签谅解书，我什么都给你。很好，鉴于你的地现在是负资产，我出的价格是帮你支付官方的危房拆除和清运费，另外再给你5万块钱的安家费。签了字，拿了钱，谅解书我当场给你。5万？那块地少说也值大几十万，你这是在喝我的血！嫌少？那就拿这5万块钱去请律师吧。顺便提醒你，5万块可能都不够刘大壮赔偿我精神损失费的。我签。拿着钱，带着你的东西，永远滚出小河村，别再让我看见你。啊，欺负您的人受到惩罚了。青儿，这真的是咱们家？是，妈，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咱们了。